嗨，欢迎来到这一次的深度解析。说真的，看着最近大盘指数一直往上冲，疯狂破历史新高，你是不是也觉得虽然开心，但心里其实七上八下的？老实说，今天你偷偷点开看盘软体的次数，是不是又破纪录了？别紧张，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这种投资焦虑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生物学上的秘密。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一步步带你建立起一套超强的心理防御机制，教你怎么真正克服股市创高时的恐惧。准备好夺回大脑的主导权了吗？我们直接开始。好的，第一部分，市场的惧高症，让我们先来面对现实，正视一下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的心理难关。面对现在市场这种剧烈震荡，你的心跳是不是也常常跟着漏一拍？如果你每天盯着红绿数字七上八下，请记住，就真的不是你的错，因为看着市场不断打破最高纪录，你的大脑其实会自动切换到一种极度痛苦的情绪自动驾驶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理智线通常是会直接断掉的。这就像是你脑袋里正在上演一场超级拉扯的拔河比赛。你看哦，一边是恐惧，你超怕一个突如其来的崩盘，把账面上辛辛苦苦赚来的获利瞬间归零。但另一边呢，你又深陷在错失恐惧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OMO 里面，怕自己一旦太早卖掉，就会错过接下来更疯狂的主升段。这两种极端情绪在那边拉扯，绝对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的最大元凶。那么进入第二部分，拆解展望理论。为了不让你在恐慌中乱砍股票，我们得把焦点从单纯的情绪发泄转移到科学的心理学诊断。传统经济学总喜欢假设我们人类是绝对理性的机器，但这根本就是个天大的迷思。由诺贝尔奖得主康纳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展望理论，就直接戳破了这个泡泡。这个理论证明了，投资从来就不只是一道数学题，它实际上是一场对抗我们人类生物本能的艰难战役。接着来到第三部分，大脑的三大偏误。我们来看看这个理论怎么解释你脑中那个不理性的痛觉放大器。其实你在市场高点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焦虑，完全是来自这三个直接内建在你大脑里的系统性偏误：损失规避、S 型价值扭曲，还有确定性效应。它们就像滤镜一样，无情地扭曲了你对市场现实的认知。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拆解。首先，最关键的绝对是损失规避。很多实验都明确证实，我们人类对痛觉的感受超级敏感，你知道吗？失去100万所带来的痛苦程度，居然是你赚到100万所获得快乐的2到2.5倍。这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当你账面上获利200万的时候，你大脑感受到的不是开香槟的喜悦，而是这200万随时可能会不见的巨大恐惧。再来是超可怕的 S 型价值扭曲，这简直就是大脑设下的大陷阱。当你账面上赚钱的时候，大脑会变得极度保守，一直催促你赶快入袋为安。但最扯的是，一旦你陷入亏损，为了想要一举翻盘，大脑反而会突然变成一个亡命赌徒，怂恿你去冒极大的风险，像是在低点不断摊平，甚至去开高杠杆。这根本就是完全反过来了嘛。最后一个偏误叫做确定性效应。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大脑会有一种本能，就是死命抓住眼前那点微小但是100%确定的利益。就算从长期数学期望值来看，放长线明明能赚大钱，我们还是会为了那一点点虚假的安全感，轻易放弃未来的庞大潜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散户常常只赚到便当钱，却赔掉整栋买房头期款的真正原因。好啦，进入第四部分，迈向理性的3大步骤。既然我们已经拿到了精确的医疗诊断，现在是时候来开处方间了。接下来我们要教你的这3个具体步骤，是一套非常实用的行动指南，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超级适用。请你务必把它们排进你的投资计划里。记住哦，我们不是要你去压抑恐惧，而是要透过这些具体动作，主动去喂食大脑它在生物学上极度渴望的安全感。
第一步，请你先停止在全部卖光跟死抱不放这2个极端之间痛苦挣扎了。我们来做点实际的，局部获利了结。今天就试着拨出10%到20%的部位，先获利出场。相信我，当这笔钱结结实实地汇进你银行账户的那一刻，你大脑里的确定性效应就会立刻得到满足，对损失的恐惧也会瞬间大幅下降。这样一来，你才有办法用极度冷静的心态，让剩下80%的部位继续跟着趋势飞。第二步，你必须重设你的心理账户，这点对很多人来说超级难，但绝对关键。你得强迫自己忘记当初买进的成本价，看着你现在的总市值，诚实的问自己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今天手上握有的是这笔等额的现金，以现在的市场基本面来看，我还会想买进这些股票吗？用现金的视角重新检视，能立刻帮你打破高档惧高症的迷思。如果你的答案是不，那就请你理智的减码吧。到了第3步，我们要来克服近视损失规避。你知道吗？因为股票每天的涨跌几率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如果你天天死盯着日线图，就等于每天强迫自己接受50%的快乐跟50%的痛苦。但别忘了我们前面说的，痛苦被放大了2倍，所以结算下来，你的情绪账户永远都是严重赤字的。拜托，立刻关掉那些每天轰炸你的市场噪音，把看盘软体从日线切换到周线，甚至是月线，狠狠拉长你的全局视角。另外，在这个步骤里，你还必须改变你看待市场回档的方式，这点很奇妙哦。高点出现的回档不应该被当作是你的资产正在被无情割肉，相反地，你应该把它们当作是你为了参与这场长期复利游戏所必须支付的入场券或者是保险费。当你把下跌视为一种主动支付的必要成本时，大脑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绝对会直线下降。在我们结束这次的解析之前，我想留下这句话，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投资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数学题，而是一场对抗大脑本能的心理学博弈。面对市场屡创新高，你究竟是要继续任由生物学上的情绪自动驾驶来慢慢消耗你的财富，还是你要运用今天学到的这些实用工具，把情绪转化为纪律的防线，彻底夺回你大脑的主导权呢？选择权现在就在你的手中了。希望这份指南能真正帮到你。我们下次见喽。